山東的朋友有嗎？山東的朋友們，你們跟我说一下，难道现在山東真的這麼難嗎？我們這2天接了一個山東的客戶啊，然後他是一個老師，他說他現在護照已經要上繳了，都不能在自己手裡，就是老師怎麼會這麼緊張呢？為什麼我一直勸窮人，只要有機會一定要出國？不是國外的月亮有多圓，而是對於沒有背景、沒有家裡、沒有人脈的普通人來說，出國真的是改變命運的成本最低、見效最快的一條路。在國內，咱們底層人拼盡全力，可能就是幾千塊錢的死工資，房租、吃飯、人情往來，一年到頭你根本剩不下幾個錢。你想要買房買車，想給家人好生活，難如登天，努力和回報完全不成正比。憑啥老師暑假出遊不讓發朋友圈？咋現在當個老師連普通人正常分享生活的權利都沒有了嗎？怪不得都說老師的職業是神聖的，受到不公平對待就得忍着唄。還說什麼暑假朋友圈發遊山玩水的照片，容易刺激家長，招來投訴。咋家長們的心眼子有這麼小嗎？我們是鲜活的人啊，不是学校的宣傳工具，把真實的一面展現出來，不更能拉近與家長們的距離嗎？我覺得暑假出去玩就是應該發朋友圈，一學期下來了，都被學校當成宣傳工具了。據美國之音報道，在北美華人圈一個頗具人氣的網絡論壇上，一則求助帖在不到24小時內引發超過5萬次閱讀，100多條留言。帖子作者寫道，自己的侄子畢業於美國斯坦福大學計算機專業，曾先後在谷歌和 Meta 工作10余年。前年，他以海歸身份回國，受聘於中國一所知名高校，並在一家企業兼任顧問。往年暑假他都能順利返美探親，但今年當他向單位請假時，卻被要求上交護照，理由是他被認定為國家重點儲備人才，出境需經專項審批。一位網友的留言顯示，這可能並非孤立，我家中也有上交護照的，也說是國家儲備人才。有一個禁止出訪國家名單，美國在裡面就是最近的事，去年還去了呢。發帖人還透露，據他所知，周圍已有數名海歸同時收到類似通知。在美中科技競爭持續升溫的背景下，人工智能已被北京視為關乎國家安全與產業競爭力的核心領域。彭博社報道，中國已開始對阿里巴巴、深度求索等科技企業旗下的頂尖人工智能研究人員和工程師實施出境管控。相關人員離開中國前需獲得有關部門批准。在中國，要求黨政官員和國有企業高管上交護照早已不是常見做法。針對少數民族群體及政治敏感人士的出境限制也長期存在。如今，這類管控看來正逐漸延伸至私營科技企業與高端技術人才。流亡澳大利亞的中國作家慕容雪村提醒，有意歸國報效的海外華人，在做決定前認真了解前人的經歷，想一想這是在跟誰打交道，想一想未來可能會發生什麼，特別是那些不可琢磨、不能自主的部分。有網友調侃說，聰明人的腦子跟富人的錢一樣，都屬於國有資產，個人只是替國家暫時保管，國家有隨時徵調的權利。公民出入境自由啊，為何到了基層一線教師這裡卻變了樣呢？我認識一些年輕教師，他們把出國見聞帶回學校，既讓課堂充滿趣味，又拓展了學生的視野，這是多麼美好且有意義的事情。可是為何普通小老師護照要上交，出國要申請而且要层層審批，既不是領導幹部，又不是涉密人員，為何出國這麼難呢？我真搞不懂。以後我們中國人出國只會越來越難。我给你舉個很簡單的例子啊，澳洲這邊不僅僅是澳洲，很多地區都是中國人以前出去都可以申請這個當地的信用卡，然後呢，申請完信用卡，其實你的額度還挺高的，但是這2年慢慢的這個信用卡的額度就降得很低了。就是之前有一些中國人去了當地的之後申請了信用卡，把那個額度用完了之後就跑回國了，然後不還，就是這種一些人一小部分人的一些做法，導致後面人出國簽證會越來越難辦。博主還提到，最近中國人辦澳洲簽證的門檻又變高了。其實以前澳洲有個投資移民政策，
只要你在那投資100-200萬，老老實實經營滿3年就能拿到綠卡。後來這項政策被取消了，就是因為很多中國人鑽空子給搞壞了。好多人弄個空殼公司，每個月自己給自己刷流水，熬過3年後，然後把身份騙到手，接着轉身把公司給關了。之後他們就直接躺平，天天啥也不幹，光領澳洲的高福利。結果呢，前人砍樹，後人遭殃。現在這個簽證直接被叫停了，以後中國人想出國只會越來越難。奉勸大家謹慎出國。所有我認識的出国的人，一開始大家都說出國只幹個2-3年，3年以後就回國。結果大部分人只要是一出國以後，幾乎沒有一個人是再回去的，少則10年8年，多則15年甚至20年，我認識的人都有。一方面呢是國内的環境這幾年確實不是太好，工資比較低一點。第二個是國外的工資比國內的工資稍微高那麼一丟丟，大家又適應國外這種環境这種節奏，所以說大家在考慮是不是出國的時候一定要謹慎。现在還想出國打工的你聽着，現在可不是你想出去就能出去的時候了，已經變天了。連以前很容易去的新加坡、日本、韓國這樣的國家，現在競爭都已經很激烈了。別說你現在50歲，就是45歲，如果你不會什麼技術，能不能出去找到工作都是個問號。我總結啊，現在的形勢就是人多單子少，這就是現在的出國形勢，你們同意嗎？哎，你還沒有辦護照嗎？手上還沒有辦護照的，抓緊時間要把護照辦好。好多地方已經要求你要有邀請函才給你辦理這個護照了。雖然這個辦護照是公民應有的權利，但好多省份要辦這個護照可沒那麼簡單，而是越來越難了。所以不要再抱怨簽證難辦了，好多人連本本都拿不到，或者是被單位收走了。有能力有條件情況下要有這個意識。我也建議大家辦一個他國的護照備用。兄弟們，你們是不是在國外幹一點不好的事情，然後護照到期了，但是帽子叔叔呢不給你办護照了，跟你說你在国外有不良記錄，要限制你出入境，不给你办理护照。我跟你說，这是典型的有权任性。護照法寫得很清楚，只要你符合條件就可以辦理。在沒有任何部門認定你存在危害國家安全的情況下，帽子叔叔是沒有權利不給你辦理的。如果他不給你辦理，這就屬於一個典型的行政不作為，可以直接確認帽子叔叔行政不作為，行政違法。你明白了嗎？我在這裡給大家說一個扎心的真相，國內很多人沒法出國旅遊，不是國家不讓你去，而是達不到想去國家的要求。不少人看不上亞洲其他國家，一開口就說我要去日韓，要去歐美，要去澳新。可就算是韓國的旅遊簽，很多普通人也拿不到。網上總說出國容易，不管現在還是以後，去好的國家，它的要求會更嚴格。有人可能你一輩子也出不了國。樂環遊世界，你也只能是想一想，你錢包有多厚，才能決定你能不能去到那些詩和遠方。說實話呀，我覺得最近1-2年的出國呢，形勢越來越緊張。出國呢肯定會變得越來越難，就現在澳洲大學呢也在悄悄的提高門檻。那咱申請澳洲的學校，一般情況下就是2方面，一個就是學術成績，一個就是語言成績。那學術成績呢現在沒有提高，但是很多大學都在悄悄的提高 PTE 的語言要求。為了提升學生的質量，所以大學呢把這個 PTE 的申請要求再一點一點的提高。出國打工，你以為是賺外匯改命，你以為是輕鬆月入2-3萬，實際是沒學歷、沒技術，還不會外語，大多數能拿到的薪資在1萬到1萬5之間浮動。錢可能是稍微多掙了一點，代價是安全感沒了，自由沒了，陪伴也沒了，語言不通受排擠，文化差異難融入，生病受傷就醫難保障。不要相信某些中介畫的大餅。國外沒有那麼輕鬆拿高薪，出國打工的苦超出你的想象，出國打工需謹慎。大家是否留意到如今出國變得越發困難了？這已經呢不再是你想不想出國的問題了，而是你究竟能不能出去。看完下面的內容，你就會明白。自今年下半年起呢，國外要人的要求呢，它就越來越高了。以新西蘭為例政策收緊要有社保，要會英文。而日本和新加坡開放了面向東南亞普通工人的工作簽證，這使得留給華人的職位呢就大幅度的縮減了。去辦護照不給辦理有辦法嗎？關於護照的問題，如果是你是敏感地區，現在是不給申請的。但是如果你把你的戶口遷到其他省份，那就可以辦理。如果你是旅遊的話，需要旅行社出具旅遊證明，或者說出國勞務需要有資質的勞務公司出具證明，它也是可以的。偏袒了限制高消費真的不給辦護照了。
好多人負債呀，就想出國掙點錢翻身呢。那現在呢，連護照都不給辦了。那有人說我已經被判決了，我判決書上也寫了不讓出境，但是我辦護照了呀，甚至已經有很多人都已經出去了。那是以前哈，法院没跟出入境联网。那現在呢，陆陸續續聯網哈，已經有很多粉絲說了，现在辦不出来護照了。那如果說你有出國的打算哈，趕緊去看看你那裡联网了没，现在还能不能办？你知不知道不能办理護照的3類人都有誰呢？第一類呢，就是正處于刑事案件办案期間的人，从你收到刑事案件的立案通知書開始到你全部服刑期滿，這個期間呢，你是不能辦理護照的。通俗來講呢，就是你的事兒徹底完了才能辦。第二類呢，就是某院給你下達了讓你限制出境的通知，這種情況你在某院有經濟糾紛，某院的某官他們在他們的系統裡給你點擊了禁止出國這一選項，這個時候你是辦不了的。但是注意啊，這並不是所有的案件都會禁止你出國。博主提到，第3種辦不了護照的情況是你收到了正式的書面通知，比如你曾因在國外非法就業而被遣返，或者在審查中提供了虛假材料，相關部門在處理時會明確以書面形式告知你，禁止為你辦理護照。中國各地不斷強化對公職人員與外國人接觸，一些地方已經開始要求幼兒園教師、醫生、政府外包人員以及國企員工上交護照，有的城市甚至規定退休人員必須等待2年才能取回自己的證件。在中國南方一所公立小學，教師聘用合同中明確寫着，未經學校批准擅自出國旅行，可能被視為違紀並導致解聘。在許多地區，公職人員即便是因私人原因出國，也必須事先獲得批准。以日常調研、交流學習為名義的公務出國活動已被全面叫停。同時，在很多省份，有海外留學經歷的人已經被排除在部分公職崗位之外。事實上，對國家工作人員的出境限制並非新鮮事。早在2003年，涉及國家機密或擔任高級職務的人員就被要求提前申報出國計劃，邊檢部門掌握他們的名單，以防他們未經許可離境。如今，這套制度已經延伸到更低級別的工作人員，比如教師、護士也受到限制。河北中部一所小學的音樂教師表示，他夏天想去馬來西亞探望妹妹，但校長直接拒絕了他的申請。浙江一名護士說，若想出國需要經過4級審批。雖然他一直想去越南看看，但他從未遞交申請，因為太麻煩了。他認為這些規定似乎暗示當局擔心普通員工也可能攜帶敏感信息或非法資金外逃，但他對此嗤之以鼻。你想想看，什麼機密能輪到我們這種人？至於攜款潛逃，我們又有什麼錢？即便獲准出國，有些人還被要求簽署承諾書，保證在境外期間不危害國家安全，不發表不利於中國的言論。內蒙古工業大學甚至規定，員工在國外未經批准不得接受媒體採訪，也不得與任何外方會面。若遇到所謂反華勢力，必須向中國駐外使館報告。回國後若未在1周內上交護照，未來5年可能被禁止再次出境。总體來看，中國當局正在全面收緊國家工作人員與外國人接觸的管理。在許多城市，公務員必須將護照交由上級統一保管，個人不得自行持有。好的，今天就跟大家聊到這裡，請記得點讚、訂閱、留言並分享給您的朋友，感謝您的支持，我們下期節目再見。